这个女人到底有多勇？正在吊椅上休息的她目睹了家暴男纠缠到病院求复合，但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病患这时也终于人间清醒，表示不会再被骗。出院后就准备展开全新的人生，能轻易下跪显然说明不是真心认错。病患只好说出在病院已经有了能治愈自己的人。果然家暴男在听到这话后立马就脸色大变，抽手扇过去时突然飞来一个易拉罐。纵使对方比自己强壮，文英也不会有丝毫的退缩。霸道且坚强的性格下给人一种安全感。但家暴男狠起来也是真狠，连文姐都敢打。就在家暴男继续相逼时，突然飞出来一个人影，刚泰一拳就将家暴男给放倒。一直很隐忍的他，此时为了文英第一次展现出暴躁的一面。在其他人的劝阻下，刚泰才得以罢手。他转身扶起文英，刚泰贴心地用手轻抚他伤痛的脸庞，殊不知刚刚那一拳其实是救了家暴男一命。因为这次暴力事件，刚泰被暂时停了职，但他久违地露出了解脱的表情，回想着和文英的点点滴滴。他一脸笑容地向着文英奔去，就像是笼中的鸟回归到了大自然。可冲动过后，面对现实问题，刚泰又难受了，因为他要照顾患自闭症的哥哥，他们游玩只能当天回。文英一下就急了，1天时间玩个屁，这不是在耍老娘吗？开着车就往水里冲，最后还是在要撞上时停了下来，但两人也闹得有些不愉快。晚上回到城堡的刚泰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，拉着文英来到阳台要好好谈一下。就1天时间而言，对于要照顾刚哥的他来说，都是这辈子梦寐以求的叛逆。他也渴望自由和快乐，而不是每天紧绷着弦。在遇到文英之后才有了勇气，而文英孤傲的性格下隐藏着一个孤独的心。两人在一起后相互治愈伤痛，抚平伤口，不自觉的就向着对方靠近。文英此时也文静的像个小女生。然而就在两人快要吻到的时候，不知死活的张子响起了叫声，两人只好尴尬的分开。暴躁文英又再一次上线。男人和女人出游区别能有多大？刚泰身着朴素，背上一个大包，而文英则是一身高雅，矜持的小包配上华丽的遮阳帽。刚泰质问他难道没有普通一点的衣服吗？文英却说讨厌普通的东西。文英接下来的回答也是一点毛病都没。之后他去翻刚泰的大包，一堆的零食，接着把包里的零食全给扔了出来，又从里面翻出了医药箱。文英直接将他的大包给扔了，一把将他拽到眼前。两人来到一座吊桥上，但没想到一向不可一世的文英居然害怕了起来。刚泰教他唱歌转移注意力，可文英唱出来却像念经一般。走过吊桥之后，两人留下了甜蜜的合影。终于是到了激动人心的晚上，他们喝过果酒之后，文英又开始调戏刚泰。没想到店家自酿的果酒后劲这么大，刚泰直接都给喝醉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文英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经过一番折腾过后，刚泰还是控制住了文英，不料刚泰刚一放手，文英就环抱住他的脖子，一个转身，刚泰紧紧将文英抱在怀里。即使面对如此诱惑，刚泰依旧方寸不乱。也正是因为刚泰的这一份稳重，文英才会愈加对他着迷。刚泰轻抚他的头，助他入睡，他们竟然就这样度过了一晚上。第二天一早，文英起来并没有看见刚泰，在一处小道上才发现刚泰缓缓走来。清晨阳光的照耀下，刚泰拿出了一束刚摘的鲜花，在童年时他就曾给文英送出过鲜花，直到现在这份心意才真正意义上有了回应。文英撩了这么久，刚泰也是终于献上了自己的初吻。
如果幸福快乐的时光能一直持续下去就好了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患自闭症的哥哥意外听到了他们在外面待一宿的事。因为刚泰对自己说谎，刚哥因此大发脾气，甚至说出了童年时掉进冰河里，刚泰犹豫再三才救的他。出于愧疚感，刚泰蜷缩在角落里失声痛哭。梦如泡沫般一碰即碎，如今终归被现实所惊醒。刚泰不得不对文英说出狠心的话：我应该把所有心思放在刚哥身上，你就像烟花秀一般，对我来说只是短暂的惊喜。刚泰转身离开，独留下文英在原地哭泣，心如刀绞。他歇斯底里地向刚泰喊道：女人为挽回男友能有多少花样？编辑信息不回来就毁掉你最爱的录影带，一招不行就再来一招，用吹风把额头加热，附带高烧体温计的照片发过去。我生病了需要陪伴，可等来的却是刚泰脱发小带来的退烧药。既然你不来找我，那我主动去找你。文英怎么也想不到，他的情敌竟然会是刚泰患自闭症的哥哥。对于刚哥来说，刚泰就是他的光，他害怕属于自己的光被抢走。刚泰和文英分开后，其实也一直想念着对方，他只能通过两人的合影来寄托思念。就在这时，事情发生了转机。精神病院的病患跑到了文英家给他庆生，声称是文妈的粉丝。刚泰得知消息后，害怕文英受到伤害，急忙赶了过去，所幸只是受了一点小伤。刚泰赶到时，病患已经消失不见，他冲上去担忧地将文英抱在怀里。见刚泰主动来找自己，文英开始了欲擒故纵，假装不予理睬。刚泰贴心地将他手上的伤包扎好，文英却是气鼓鼓的样子。相比于手上不疼不痒的伤，如果要堵住一个人的嘴，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让他开不了口。这时文英心中也没有了怨念，此时两人心里只剩下爱与思念。一向很主动超会撩的文英，此刻也化身为柔柔弱弱小女生。他突然发现刚泰额头很烫，在照顾刚泰的时候，两人商量着要如何说服刚哥，要让他相信刚泰并没有被抢走，而是多了一个陪伴他的人。第二天一早，文英为了让刚哥接纳自己，已重新约定插花事宜，让他们回到城堡。不料刚哥一眼就看穿。两人吵架，一个像3岁，一个像5岁。直到某天晚上，从未上过学的刚泰梦到穿着校服向文英表白，刚哥被他梦话所惊醒，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弟弟幸福的表情，他心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第二天，刚哥就请弟弟吃饭，还给了刚泰零花钱。刚哥虽然患病，但他努力的在当一个好哥哥。文英得知消息后也跟了过来。在文英的不懈努力下，刚哥也正式接纳了文英。2个人的爱情，3个人的治愈，支离破碎的他们组成了一个温馨的家。